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等人近日透露，美国对华情报工作的极为艰难的现状。美国情报界高官抱怨，10年前中情局在中国的间谍网络被一锅端，美国的对华情报业务部门一夜间成为瞎子。10年来，这一情况没有改善。实际上，伯恩斯执掌中情局后曾组建所谓中国任务中心，但他的这次抱怨显示，这一中心的业绩远不及预期。26号，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随着美国安全政策从20年前的反恐转向为可能与中俄等发生大国冲突做准备，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其他美情报机构正在进行一场巨大且秘密进行的变革。报道称，美国情报界开始重新培训人员，重新分配数10亿美元的预算，重新装备昂贵的间谍机器，以便将重点放在那些潜在对手身上，其目标之一便是加强针对中国的人力间谍网络。不过，美国情报系统高官表示，虽然从2000年起，中情局等美国情报机构在对华情报领域投入大量资源，但2012年其在华情报网络遭遇毁灭性打击，被中国反间谍部门一锅端，10多年来仍未能有效重建在华情报网络。根据中情局官员爆料，他们在中国很难开展工作，也很难招募或会见本地的间谍和线人。从拉美国家等第三国招募针对中国的间谍的计划也并不成功。美国现在对中国的情报收集，绝大部分仍依赖于通过电子监听、拦截电话、电子邮件和其他任何形式的数字通信，但这样收集的情报很难做到像人力情报那样准确判断对方的真实意图或弱点。据他们透露，目前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认知主要来自于推测和对中方公开声明的解读，根本没有真正了解中国的计划和意图。《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总结中指出，美国间谍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中国。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这次也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但他近几个月在对华情报网络建设方面数次改口。7月20号，他在出席阿斯彭安全论坛时宣称，美国在华情报网络重建已取得进展，但这次他却对《华尔街日报》承认，美国近10年来仍未能有效重建在华情报网络。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内的美国情报机构，一直是推行美国国家战略的马前卒，情报收集的重心呢，也随着美国国家战略的调整而转移。当前呢，美将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中央情报局将会继续把中国作为其情报活动的最重要的目标和对象，不遗余力地发展在华间谍网络。伯恩斯特别提到他的一项政绩工程，那就是2021年其上任不久后新建立的辐射中情局所有任务领域的中国任务中心，以便统一中情局对华工作。外界注意到，这也是中情局目前唯一针对单一国家设立的任务中心，该中心员工被要求学习汉语及普通话。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反恐问题专家李伟对深圳卫视表示，中情局构建对华情报网主要有2个方面，一是针对中国的外派和留学等人员，采取利诱、胁迫和恐吓等手段发展间谍人员；与此同时，在中国境内物色发展间谍；二是中情局在中国的核心部门及军工、科研、金融机构加紧策反。对此，一是呢，我境外人员要保持高度警惕，防止被境外情报机构发展；二是呢，要提高反间防谍的意识，发现可疑现象及时向专门机构报告；三是提高保密意识；四是除国家安全机关外，其他部门机构也要把反间防谍放到日常工作的重要位置。只有这样呢，我们全面的开展反间防谍的工作，才能够呢有效地阻止美中情局
对我开展的情报间谍活动。近年来，中国民众的反间谍意识不断增强。最近，在一座滨海城市，一位警惕性很高的房东李某向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反映，他把房子租给外国人后，房子却从来没人入住，但到了半夜，房间内却不时闪烁诡异的绿光。经国家安全机关调查，借助特种设备，这个小区能够远距离观测小区对面的某海军基地。该基地承担着多项重要军事任务，亮相的各种重要海军装备中不乏杀手锏武器。这些泛着绿光的设备，正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布设的窃拍窃照设备。国家安全机关迅速采取行动，成功斩断了境外窃取国家军事秘密的黑手，及时消除了现实危害。破案后，国家安全机关给予举报人李某重大贡献奖励。李伟对深圳卫视表示，中美情报斗争已经持续了数十年，早已成为常态。如今，中国的反间谍能力已经上了一个新台阶。中国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也不断完善了反间谍的法律制度，加强了技术手段，积累了丰富经验。在美国不断增加针对中国的情报活动织毛的时候，并试图使之更加锋利的同时，中国国家安全机关也在不断构建更加完善的反间防谍之盾。于是根据包括美国中情局在内的境外势力针对我国情报活动的发展变化，不断完善相关反间防谍的法律武器。二是针对美中情局在内的境外情报机构技术与人力情报活动的变化，采取并强化相对应的反间防谍的各项措施。三是不断加大反间防谍维护国家安全的力度，特别是提高公民反间防谍的意识和能力，